越南战争从1955年一直打到1975年，长达20年，彻底改变了东南亚的格局。表面上看，这场战争是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而发起的，可最终美国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更令人唏嘘的是，战争没有带来预期的利益，反倒让一些国家陷入极度贫困，却让另一些国家借战争的需要而崛起。越南战争带来最沉重打击的3个国家，毫无疑问就是越南本身，以及越南的2个邻国辽国和柬埔寨。这3国直接承受了战火与炸弹的蹂躏，经济和民生遭受深重创伤，直到数十年后依然难以愈合。首先来看越南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也是伤痕最深的地方。从北越到南越，整个国土几乎成了弹药实验场。美军在越南境内投下了以100万吨计的炸弹。据统计，越战期间美军对越南投下的炸弹总量超过第2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战场的总和。这些炸药的总当量相当于数百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无情的旅热雨几乎将越南砸回了石器时代。炸弹的狂轰滥炸首先摧毁的是越南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北方的工厂区承受了毁灭性的空袭，桥梁被炸断，公路被炸塌，工厂只剩下焦黑的地基，整个北越的工业体系几乎被压垮。南方的农业也同样遭殃。美军在广袤的丛林和农田上空喷洒了大量名为橙剂的化学落叶剂，橙剂带来的毒素侵蚀土壤和水源，60万公顷茂密的森林被化学毒剂杀死，大片土地变成了寸草不生的死地。直到今天，越南还有无数儿童因当年接触橙剂而畸形或罹患重病。那场战争的阴影从未真正散去。战争期间，越南付出了恐怖的人员伤亡代价，数百万军民在漫天炮火中丧生。据估计，约有140万士兵和200万平民在战争中死亡，许多村庄血流成河。这场战争夺去了越南约1/10的人口，几乎每个越南家庭都在战火中失去了亲人。一些人倒在村口的枪林弹雨中，一些人在田埂边被炸弹夺走生命，还有的人在回家路上无辜丧命。战火连年，使整个越南社会的劳动力人口严重锐减，乡村凋敝，城市变成废墟，整个国家仿佛被强行拖回了原始时代。1975年，随着战争结束，北越南越统一，越南终于获得民族独立和统一，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废墟。越南的经济被打得崩溃。统一当年，越南全国 GDP 只有约12亿美元，人均 GDP 甚至不到100美元，还不及法国殖民时代的水平。教育、医疗、交通等各方面建设全部断层，工业几乎是零基础，积累多年的发展成果化为乌有。战后多年，越南陷入漫长的恢复期，百废待兴。更糟糕的是，统一后不久，越南又卷入了与柬埔寨及中国的边境战争，国内经济雪上加霜。直到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改革后，经济才开始慢慢回升。但即便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越南的经济仍落后于周围的国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了数十年。再来看辽国这个地处中南半岛腹地的小国，虽然在越战期间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却无辜卷入了战火的漩涡。辽国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遭轰炸的国家，因为美国为了切断北越的补给线，也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将辽国边境当作了地毯式轰炸的试验场。在1964年至1973年间，美军持续对辽国境内实施秘密空袭，投下了超过200万吨的各类炸弹，按人口平均计算，相当于每一个辽国人头上落下了1吨炸弹。对辽国的狂轰滥炸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轰炸期间，大约1/3的辽国国土都被炮火波及，乡间满目疮痍，农田与村庄化为焦土，炸弹倾泻如雨。可怕的是，战争结束后，灾难才刚刚开始，因为有大量未爆弹深埋地下，继续无声地威胁着无辜百姓。直到2023年，辽国境内依然有约30%土地埋藏着尚未引爆的杀人工具。对当地农民来说，每一次下田耕作都仿佛走进雷区，他们挥舞的不只是锄头，更是在和埋在泥土中的死神博弈。几乎每年，辽国都有数十位平民在田间地头被遗留炸弹，
夺去生命或肢体。孩子们在田野里玩耍时，捡到一个闪亮的金属球，转眼就可能酿成悲剧。据统计，自战争结束以来，已有超过2万名辽国平民在这些遗留爆炸物的爆炸中丧生或致残，其中近一半是天真的儿童。美国的轰炸彻底破坏了辽国本就脆弱的农业和交通体系。到1975年战争结束时，辽国全国 GDP 仅剩1亿2千万美元左右，人均收入甚至不足80美元，可以说连养活自己都困难，经济完全依赖外部援助勉强维持。大量耕地因埋有地雷和未爆弹而荒废，能够安全耕种的土地面积相比战前锐减了3/4，农业几近停滞不前。战争令辽国的工业化进程遥遥无期，这个内陆小国此后很长时间都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中挣扎，可以说被越战打回了贫穷的深渊。接着看看柬埔寨，一个原本试图保持中立的国家，却被越南战争无情波及，成为死亡人数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柬埔寨本来并不想卷入这场冲突，但越战的火焰很快烧到了它的边境。从1969年开始，美军为了铲除越共在柬埔寨边境地区的藏身点，对柬埔寨发动了连续4年的秘密轰炸行动。美军战机在柬埔寨投下了约50万吨的炸弹，一场场猛烈空袭毫无预警地砸在柬埔寨的村庄和丛林中。仅仅这几年的轰炸，就直接夺走了估计100万柬埔寨平民的生命，约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1/7。大规模的毁灭性袭击击垮了柬埔寨原本就薄弱的社会结构和政府统治。美军的炸弹将柬埔寨的农业和基础设施炸得近乎瘫痪，大批村民流离失所。更糟的是，美军的猛烈攻击动摇了柬埔寨的政局，让原本脆弱的政府倒台，为极端势力上台埋下伏笔。战争的创伤尚未平复，柬埔寨就在1975年迎来了极端残暴的红色高棉政权。这个政权在随后4年里以恐怖统治将整个国家拖入更深的黑暗，强制劳改、处决和饥荒等暴行，导致约170万柬埔寨人丧生，几乎灭绝了1/4的人口。到1979年红色高棉被推翻时，柬埔寨全国 GDP 只剩下区3亿3千万美元，基本上没工厂、没道路、没电网可言，工业体系彻底归零，全国几乎找不到一条完整的生产线，人均 GDP 不到50美元，比当时非洲最穷的国家还要低。此后多年，柬埔寨陷入更长期的内乱与贫困，直到1991年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在国际社会介入下，柬埔寨局势才渐趋稳定，开始艰难的重建。但战争的创伤至今未能愈合，贫困的根源依然深埋在这片土地之下。越南、辽国、柬埔寨这3个国家可以说在越南战争中一夜失去了一切，不是简单的倒退，而是被清零式的摧毁。地理上的不幸使他们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越南作为主战场血流成河，辽国和柬埔寨作为侧翼被波及沦为炮灰。美军为了战略目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把炸弹倾泻在这些弱小国家的土地上，给他们留下了长久贫困和动荡的根源。即使多年后开始重建，战争的伤痕依然深深刻在这些国家的肌理之中，难以抹去。然而，与这3个被打穷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另外3个国家却因这场战争而意外崛起，仿佛捡到了战争红利。一场战争竟然同时造就了如此冰火两重天的2种命运，这样的荒诞戏码着实令人叹息。那么，究竟是哪3个国家借越战发了财？他们又是如何抓住机遇的呢？先说南韩。对于刚经历朝鲜战争没多少年的南韩来说，60年代中期仍然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穷国。时任总统朴正熙敏锐地意识到，越南战争对南韩而言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1965年起，朴正熙政府决定大举派兵支援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从1965年到1973年，南韩先后派出了超过32万官兵前往越南战场，成为美军之外出兵最多的盟国之一。南韩军队在越战中也有约5000人战死，但朴正熙认为这些流血牺牲为韩国换来了发展经济的天赐良机。这些南韩军人主要承担基地建设、防守和后勤支援等任务，直接参与战斗的相对较少，
但他们的付出并非没有回报美国按人头给予南韩丰厚的经济补偿和援助。据统计，越战期间，美国光是支付给南韩派驻越南士兵的薪资和津贴就高达约9亿2500万美元。为了感谢南韩的出兵，美国政府还向南韩提供了累计约12亿美元的各类经济与军事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技术转移和工程项目扶持。同时，南韩企业也抓住越战带来的商机，通过为美军提供军需物资而大赚特赚。当时美军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供给越南战场，南韩的工厂便承包了大量订单，包括从军靴、军服、罐头食品、通讯设备等各种用品。仅对越南战场的物资出口一项，就给南韩带来了约2亿8300万美元的收入。可以说，南韩在越战期间硬是打造出了一整条军需经济产业链。更重要的是，南韩还通过承接美方订单和援助，引进了先进的工业技术，为其此后的重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例如，老牌企业豆山在战争中开始大规模生产军靴，到1967年年产军靴500万双，占全球供应量的 40%， 由此发展出现代制鞋和橡胶工业。三星公司拿到了美军通讯设备的供货合同，学习掌握了电路板和电子模组装配技术，后来一步步发展出先进的半导体产业。有了美国源源不绝的资金和技术支援，朴正熙政府大刀阔斧地投入国内建设，大批援助资金被用来兴建高速公路、铁路、发电厂和各类制造业工厂。南韩经济因此搭上了快速发展的列车。越战结束时，南韩的经济已经今非昔比。南韩的 GDP 从战前的微薄基础跳升到1975年的约138亿美元，较战前增长了4倍多。人均收入节节攀升，到1979年时已达670美元，是15年前的数倍。南韩经济在70年代实现了年均超过10%的高速增长，一举甩掉了过去落后农业国的帽子，成功踏上了重工业化的快车道。凭借越战时期积累的工业实力和外汇储备，南韩此后继续推动汉江奇迹，在80年代成为亚洲4小龙之一。越南战争虽然对许多国家是场灾难，对南韩而言却变成了改变国运的转折点。再来看泰国，作为东南亚临近越南的大国，泰国在越战中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选择站在美国一边，成为美军在区域内最重要的后勤基地和休整中心之一。美军在泰国境内建立了多处空军基地和港口，用于对越作战的部署、物资中转和兵员休息。曼谷也成了美军士兵休闲度假的天堂，大批美军人员在泰国境内消费、娱乐，带动了当地服务业的繁荣。战争期间，美国投入巨资在泰国修筑军用机场、公路和通讯设施，许多泰国工人和承包商因此获得了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泰国的农产品、手工业制品也大量出口供应美军需求。可以说，越战虽然没给泰国带来硝烟，却带来了真金白银。在美军存在的那些年，泰国各地，尤其是首都曼谷周边的小商店、旅馆、酒吧和餐馆生意兴隆，只要是能为美军服务的行业，都赚得盆满钵满。据说，泰国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巴堤雅，就是在越战时因接待美军休闲度假而从寂寥渔村一夜崛起为繁华城市。可见战争竟能在意想不到之处催生繁荣。美军的驻扎也让泰国出口导向的产业得到刺激发展，赚取了大量外汇。短短几年内，泰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越战结束后，泰国的 GDP 相比战前增长了约4倍，人均收入大幅提高。泰国开始逐步摆脱纯农业国的面貌，向半工业化国家转型。靠着战争期间积累的资本与基础设施，泰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来经济起飞的契机。尽管其工业化程度不及南韩，但也远远甩开了战火中毁灭的邻国们。最后谈新加坡，对这个在越战时期刚刚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小国而言，越南战争竟成了它发迹的契机之一。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要道，战略位置得天独厚。越战期间，美军舰艇频繁往返东南亚，迫切需要可靠的后勤补给港口。新加坡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主动为美军提供港口支援服务。从1965年到1973年，
美国海军的舰船在新加坡港口停靠的次数超过了1000艘次，在此进行维修、补给和人员休整。保守估计，这些来自美军的维修合同和物资采购，直接给新加坡带来了50亿美元以上的收入，相当于当时新加坡经济规模的很大一部分。面对突然涌入的战时财富，新加坡政府没有坐享其成，而是高瞻远瞩地制定了长远发展规划。李光耀总理的团队决定把战争红利投入提升国家硬体实力上。首先，他们着手扩建港口，升级航运设施，以承接越来越多的国际船只。新加坡在1970年通过港口发展法，投入超过2亿美元新建现代化码头，引入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货柜运输系统，大大提高了港口的装卸效率。与此同时，新加坡大力打造自由贸易区，吸引全球航运公司和跨国企业前来设立基地。换言之，越南战争虽然没有让一颗炸弹落在新加坡，但却成功地把世界各地的商船和资本都吸引到了新加坡岸边。有了这场战争带来的起步资金和贸易机会，新加坡经济实现了快速腾飞。到1975年时，新加坡 GDP 达到约62亿美元，人均 GDP 突破2000美元，不到10年时间里就增长了2-3倍，一举跻身亚洲经济的先进梯队，成为亚洲4小龙之一。新加坡也逐渐发展成为东南亚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为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石。另外，还有一个国家不得不提，那就是日本。日本虽然没有派兵参战，但越战却成为它经济起飞的转折点之一。当时美军远东司令部设在东京附近的横田基地，从军服、药品、电子设备、汽车维修工具到医疗仪器，几乎所有军用物资都大量向日本采购。1966年，日本对美军的军需出口额达到12亿美元，约占当年 GDP 的 5%。到了隔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7亿。日本各大工厂接单接到手软，松下、东芝、索尼等企业借由这波战时订单加速技术革新，建立了现代化的生产标准。他们发现，战场上使用的通讯设备、导航工具、录像机等技术完全可以转为民用，而且其品质、耐久性和规格标准远远超过当时市面上的家用产品。进入70年代后，日本经济更是突飞猛进， GDP 在短短几年内翻了好几番，出口成为最强劲的增长引擎，制造业技术水准跳居世界前列。可以说，越南战争带给日本的这波红利，比任何国内的经济刺激政策都来得更加直接有力。上述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在越战中受益，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在地缘上远离战场正面，并在政治上紧密配合美国，抓住了战争经济的机遇。美国为了调动盟友经营基地，不惜拿出大笔经费、技术援助和市场订单作为报酬，这些国家便顺势发财。南韩借此拿到了大笔订单和先进技术，快速实现重工业化。泰国靠美军基地和服务业收益积累了资本，推动经济起飞。新加坡则凭借港口与物流支援赚得盆满钵满，一跃成为区域富国。然而，越南战争带来的这场3穷3富的逆转剧，真的算得上是谁的胜利吗？表面看，南韩、泰国、新加坡从中捞到了好处，而越南、辽国、柬埔寨沦为最大的受害者。但深入一想，这场战争其实没有真正的赢家。首先，美国自己就是一个隐形的受害者。为了这场遥远的战争，美国耗费了天文数字的财富。据统计，美国在越战中直接花费了约3800亿美元军费，还损失了56000多名年轻的美国士兵。然而美国并未达成他在越南的战略目标，反而国内因战争开支出现了剧烈的通货膨胀，民众生活成本攀升，财政陷入赤字，国内反战示威此起彼伏，社会撕裂严重。不少越战退伍军人终生背负着身心创伤，备受冷遇，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大为下降。甚至在1971年，美国被迫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结束了二战后的布列顿森林货币体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越战开支过大，导致财政压力无以为继。有人戏称，美国几乎耗尽了在二战中积累的财富来打这场不该打的仗，结果是替别人做了嫁衣，让别的国家捡了便宜。
再看共产阵营方面，越战也拖累了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幕后援助者。苏联在战争中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给北越，承担了不小的经济负担，而中国作为越南的邻国和亲密盟友，更是在战争中付出了巨额援助。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自己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源源不断地向北越提供物资、武器和人员支援。据统计，整个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的无偿援助折合约203亿人民币，以1960年代币值计算，中国提供了足以装备200万军队的轻武器、数万门火炮、数亿发子弹，还援助了数百万吨粮食、上万辆卡车、坦克和飞机，甚至派遣工兵在越南替越军修路架桥、构筑防空设施。如此庞大的投入，对当时经济落后、内部又处于政治动荡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有人感叹，中国在越战中赔了夫人又折兵，既消耗了国力，战后又因理念分歧与越南交恶，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恐怕只有历史去评判了。所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越南战争是一场各方多输的悲剧，被战火蹂躏的越南、辽国、柬埔寨付出了最直观的惨痛代价，陷入长期贫困动乱。战场外捞到好处的南韩、泰国、新加坡，说到底也不过是在大国博弈间隙捡到残羹冷炙，趁势发展了他们的繁荣，建立在他国的废墟和牺牲之上，带有时代的偶然性。而主导战争的美国则深陷泥潭，国力和国际声望双双受损。越战结束至今半个多世纪，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场战争都很难说有真正的赢家。小国在大国冲突中充当棋子，往往最为可怜，而大国即便一时在战场上纵横，也可能因挽歌浩叹而元气大伤。正如一位前南越驻美国大使曾经提醒的，小国如果试图依靠大国的军事援助，最终受害最深的往往不是大国，而恰恰是这些小国自己。回顾越南战争留给世界的这6个国家命运沉浮，我们看到战争就像一个残酷的赌局，有的人在里面倾家荡产，有的人却鬼使神差的满载而归。但这些收获真的值得庆幸吗？越南战争后，南韩、泰国、新加坡的确迎来了经济起飞，可他们的繁荣并不是因为战争的正义或胜利，而是拜冷战格局所赐的意外副产品。一旦战争环境过去，他们也必须自力更生地走下去。更何况，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和家园的无辜者，他们的痛苦是任何 GDP 数字都无法弥补的。历史告诉我们，战争从来不是带来繁荣的可靠手段，它的代价远远高于所得。越南战争打穷三国、打富三国的荒诞剧，正揭示了战争的荒谬与残酷。也许我们能从中得到的唯一正面教训，就是珍惜和平，远离战争，才是国家真正该走的康庄大道。